春夏之际，喜欢种植的朋友遇到的最多问题就是植物的叶子发黄。无论是花卉还是蔬果，叶子发黄的原因真是太多了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叶黄的主要原因以及应对的一些方法，以供大家参考。由于时间的因素，其中一些具体的治理方法会在专门的视频中和大家继续交流。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，首推就是水黄，也就是浇水过多。土壤中大量的积水让其透气性变差，氧气被排挤，植物的根部就容易腐烂，甚至会出现难以治理的真菌病和根腐病。叶面的表现就是暗黄无光泽，新叶也会卷曲萎缩。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控水，减少浇灌的频率，浇则浇透。盆栽植物一定要确保盆底渗水良好，地里的粘性土壤也要加以改良，以增加透水性能。和水黄正好相反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旱黄。由于浇水不足，也会导致植物的机能下降，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从植物的底部开始，逐渐向上变黄，茎秆也很容易倒伏。所以要和解决水黄问题一样，合理浇水，合理控水。检验地里是否缺水，我通常会用食指插进土壤大约2个关节的深度。如果指尖感觉土壤是干的，就需要浇水了。因为容器中的土壤会板结，所以检测也更为简单。我们把花盆拿起来掂一下，如果感觉比平时明显变轻，此时就需要浇水了。第三个叶黄的原因，肥黄，也就是施肥过多或者是过少。过多会让植物难以吸收营养，叶子变黄，并且容易脱落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肥害。而施肥过少，其实就是植物缺乏营养，造成营养不良。大家可以参考我以前的一期视频，专门介绍通过观察叶面就可以了解植物到底缺乏何种营养。第四，真菌和病毒引起的叶黄。这种叶黄，叶子的表面通常还会有其他的现象并存，比如出现黑斑、叶脉变成褐色、叶片卷曲等特征。如何有效地治理病黄，其实非常的复杂。我们小家庭种植不提倡使用化学试剂，所以我一般只使用草木灰浸出液、小苏打溶液等绿色喷剂来治理病害。第5个叶黄的原因就是我们遇到了虫黄。花园菜地里的害虫实在是太多了，一直在和我们争夺食物，但虫害造成的叶黄也很容易辨别。关于如何治理病虫害，有各种的绿色方法，比如洗涤剂喷剂、石灰水浸出液等，这里就暂时不细说了。第6，由于气温的突然变化造成的叶黄，这种现象很少见，但也是有可能出现的，尤其是在春夏之交，一夜之间突然落雨降温，第2天蔬果的叶子也会变黄。但这种叶黄一般不用担心，随着气温的回升，温暖的阳光会让你的植物重新慢慢的恢复生机。第7个原因，缺少光照引起的叶子变黄。当植物的枝叶过于密集的时候，底部和中心部分的叶子就接触不到阳光，产生不了光合作用，就无法制造叶绿素，
叶子自然就会变黄。这种叶黄也很好治理，直接摘掉黄叶即可，这样你的植物会长得更好。而阳光过于强烈，有的植物的叶子也容易被晒焦变黄，我们还要适当的为它们遮阳。盆栽的植物要挪到阴凉的地方。第8个就是酸碱黄，这种叶黄往往出现在植物移栽以后，由于土壤的 pH 值有所变化而出现的叶黄现象。我们可以事先检测一下土壤的酸碱度，然后进行中和调节。但一般我们会觉得很麻烦，很少去这样做，包括我在内。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，一般情况下，等几天植物适应以后，叶黄的现象就会停止。最后一个叶黄现象的发生，其实就是植物叶片的自然老化，它们往往会先变黄，后干枯，最后脱落，完成一季生命的轮回。